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全国观众朋友，你会关注好第一个金华城的案，接下来到底会是什么一些进度？好，那在昨天的时候，礼拜天，那基隆罢良的投票，那一如大家所预期的吧，应该是吧，现场来宾大概应该也不太意外。一如的预期就是没有过关 ，OK？ 那票数，但是两边票数都不低，8万多对7万多，而这样的一个票数对未来有什么样一些影响？而真的国内不管这次过关与否，真的会进入在明年2月开始叫大罢免时代吗？那蓝营真的会在10月的时候启动包括选罢法的修法吗？那这几天从今天开始，大家会注意到老共真的进行了联合利剑 B 的演习，好吧？那演习不管你说是要围台啦，要怎么样这些，当然对台湾人来讲的话，某种程度大概也习惯了飞机飞啦或什么，可是那自我防卫还有警惕之心绝对不可轻忽，好不好？那全世界又会怎么看待？不过一开始如果讲到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金华城这个案子，今天媒体上面有一篇上这样的一个讨论说，加倒数，因为橘子到现在为止还在日本，而且以他自己本人，他似乎没有发出任何一些的声音对这件事情。OK， 好，那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柯文哲只有2个嘛，检方第一个，如果在月底，譬如说在2个月到期以前，要不要起诉柯文哲？媒体说会不会拼月底要起诉柯文哲？如果没有，那要不要延押？所以整个这样来看的话，观点，现在检方是有时间压力的，不是没有如果不延押就有时间压力，当然啦，是2个月，你延押你就有另外一个压力，政治压力。对，当然啦，白一定出来跟你拼了嘛。是。对，所以现在就是很明显的案情进入深水区了嘛。首先，第一个橘子浮出台面，它的重要性他讨论了很多。另外就是有一个关键的小人物，台北市政府的邵秀佩啊。邵秀佩为什么讲他关键？就当时这整个金华城案子，如果要讲有什么关键的环节，后来可能图利给金华城，就是容积膨胀的关键是进到都委会嘛。从台北市长柯文哲跟沈庆京跟应小薇吃完饭之后，交办单下来到了都发局。都发局后来上了千层给柯文哲决行什么事，决定把这案子送给都委会。所以进到都委会之后，邵秀佩的角色当然就关键了嘛。对，他是整个都委会的执行秘书。那现在检方传他，当然外界现在无论是司法线的记者还是一些律师的评估，认为检方可能在巩固一个关键证据，就是如何借由法条变形虫的方式，让他从一个不能给他的容积奖励，最后透过都委会给他。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些都委会的委员在整个会议当中是有提出异议的，包括有提出很多法条说是不能给。可是这个过程为什么最后稀里糊涂，彭正生当主席最后过，给他过？执行秘书在现场的角色是关键的，所以看起来是进入深水区巩固这个证据。但其实更让大家觉得，哇，下礼拜到底会不会有大场面的？就是其实这礼拜啦，是上礼拜传出这礼拜的消息。有台东森新闻有一个独家，直接讲说下周会有另外一波乐团，就这周今天礼拜1了，而且检方会传一位大咖然后现在网络上啊，大家都在讨论啊，是哪几个大咖？好。有资格叫大咖的，看这整个案子到目前为止没被传的，真的剩下4个人了。黄珊珊、陈志涵、蔡壁如、陈佩琪。好，不要急，一个一个来这4个人的回应我讲给大家听。蔡壁如说没有收到传票，看起来可以排除了。你既然说没收到嘛。第2个，陈志涵他没接电话所以不知道，媒体打给他没接电话。第3个，黄珊珊透过办公室讲说没有，他也没接到传票。第4个是陈佩琪目前没有回应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就他们的回应来说，C4取2，两个人可以排除掉了，就是说没有收到的是蔡壁如跟黄珊珊嘛那是不是陈志涵还是陈佩琪？不知道，我们就等这礼拜看案情的发展。但如果我们真的细来讨论，就是说这4个人如果真的有人被传，分别有可能什么事，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第一个，现在讲黄珊珊这次案子的关键，看案情发展到现在，当然。东森新闻的高层啊，然后曾经有捐政治献金给他，所以政治献金也许是一个轴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沈庆京跟柯文哲以及应小薇他们的便当会，以及相关的会议，黄珊珊并不是业管副市长，但他有去参与。他会不会其实表面上并没有签字，没有业管，可是私底下是有运作一些事情的？这是看来是黄珊珊可能的角色。第2个，陈志涵。大家都说陈志涵不对啊，陈志涵跟台北市政府跟柯文哲的渊源不深可是后来去查了之后，
看目前的基政。有没有可能他是有经手所谓的金流？这金流也许不是金华城，但政治现金包含他在选战过程当中的文宣的经费的使用，以及113年总统大选柯文哲的竞选副总干事，有没有可能经手到前端人家已经瞧好的利益，而后端他负责执行？不知道，这是层层有可能部分。第三个就是蔡壁如，蔡壁如很有趣哦。这案子发展的初期，大家都认为蔡壁如好像没什么关系，而直到了洪建义议员揭露了所谓的朱雅虎的那一封信，然后变迁，那蔡壁如的角色出来了，包含写陈情信给他，包含朱雅虎跟蔡壁如曾经见面，至少现在媒体报道说至少5次，以及后来下达变迁，要求处理相关的事情。蔡壁如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被约谈？也不知道。可第4个是陈佩琪啊。陈佩琪看来是目前为止证据最完整，以及外界最疑惑的就是怎么还没传他？因为密集的存款，制谣公司包含在10月7号突然又把它解散了。一开始讲说儿子要他自己要开店，用儿子的名义，到后来发现不对，这样就是用人头。后来改口说是儿子要开公司，柯文哲借他钱。后来到第3步讲不是，是他开公司，他自己的钱。最后第4步变成10月7号突然把自有公司关掉，以及购买4300万的商办，以及看豪宅。那这一些事情会不会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4个人到底是哪一件事情？检方还要进一步厘清，我们就看这礼拜检方的动作。不过如果照刚才冠廷所讲这些的话，不会，我先请教一下，第一个那个时间的压力在，我讲说那是不同的一些的压力。好 ，OK， 那当然理论上检方不应该有政治上的考量，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你真的要去严压，当然有人讲说，包括法界人讲说，橘子没有回来嘛，橘子连个声音都没有，那柯文哲被严压的机会是不是很大？可是如果要拼，就是讲说在月底前如果要起诉的话，因为包括沈静要不要严压，他们是比柯文哲还早，所以如果这样整个这样往下看的话，第一个那个北检的压力是大，可是除了大，如果照刚才那个冠廷所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咖？而且媒体上的形容是大咖女性嘛，对，所以你才会念那几位嘛。对，所以包括蔡壁如，包括民众党有人就讲说，不是，你们现在的做法到底是要办案还是要团灭？就是你们把所有的人，包括连人家政治现金的、管他的政界的、商界的所有的人，你们是斩草除根的做法吗？你们有必要这样干吗？民众党人会这样讲啊？我觉得合理啦。那冠廷讲说。4个取2个嘛，有2个否认嘛，对不对？那2个就比较高。我认为根据这4个人讲法，4个都有可能啊，有讲跟没讲一样啊。对啊，我没有，谁知道有没有？也许我还没收到罢了嘛。所以接下来到底这个礼拜会不会有真的民众党的大咖女性被约谈？我觉得我们等着看。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很尴尬哦，代表了一直有假风向在外面带风向。对，所以这个一定要确定。现在传出来每一个讯息是真是假，不只是对于检调而言，对于民众党而言，对于民众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所以希望是真的，要不然这个案子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假讯息太多不好。柯文哲案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已经进入各说各话的状态。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说，好像有人觉得说，现在柯文哲已经快要被收网了，因为问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周瑜修也问，朱雅虎列被告，这个礼拜还会有大咖的女性出来，所以柯文哲快完蛋，他可能很快就要被起诉了，不管是这个图利罪还是贪污罪。但是另外一种讲法是说，到现在还在讲那些枝微末节，代表什么意思？没有拿到金流，没有非法的事情，柯文哲是无辜的，所以现在已经完全分歧了，各说各话。但问题是，最终决战点，第一次的决战点会在哪里？11月5号，不只要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严压？这绝对是被起出来就会严压。对，我觉得起诉是几乎跑不掉，大家都推论他的图利罪被起诉，应该是大概确定的。但问题是，对柯文哲而言，第一个，如果不是5保请回，柯文哲不会出来的。不是，你这一说，如果假设，因为照黄国昌总他自己都说柯文哲会被起诉，他说你们就是要起诉他。对，柯文哲现在的做法感觉上也是，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起诉我，对，所以我连提讯我都不愿意去了，对，就是这个样，没错。所以说，如果要是起诉，假设到了起诉以后就要到院方嘛，然后这时候讲说问假设说那高额交保，重保，所以说他不会要，他也不要，他要成为台湾的曼德拉。他现在你不要帮他答应你这个真的不行，我讲太多了。但是我就你跟黄国昌还要蓝白合，不要这样。不以，黄国昌帮他答应说那个都没有，那个柯文哲绝对不会要交保。那个他们柯文哲本人并没有声明说愿意。但是有个小问题啊，我问了所有民众党的都说不会交保。真的吗？这样子呢？居心叵测。对，我不晓得啦，我不知道他们想法是如何。不是，你知道那打起来要多久吗？
对啊，因为那就进入一审，压1年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闹了，好不好？我一直讲这件事情，只有柯文哲最多一个陈佩琪能够帮他讲话，要不然的话，不是你们要讲，你们要考虑一下，就算他想当曼德拉，你也要问一下他的想法，好不好？曼德拉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当法，我不晓得那些特件有没有传达过地方上的心声，真的我不知道。但很明显的，我所碰到的民众党的几乎的人都跟我反馈是说，重保他们不会小保。严压就让他严压，除非无保让他出来。所以这种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无风不起浪啦。所以对民众党而言，我也讲句实话，柯文哲继续在里面，对于民众党的民意代表而言，他们也比较好做一些回应。这很现实的。因为真的受到冲击，老讲不是民众党的一些高层啊，什么陈佩琪啦、陈志涵，其实不是重点，真的重点是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在第一线的时候，对他那个很尴尬，碰到人家都问，你柯文哲到底怎么样？你们接下来到底是有罪没罪？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陈佩琪啦、陈志涵，其实不是重点，真的重点是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在第一线的时候，对他那个很尴尬，碰到人家都问，你柯文哲到底怎么样？你们接下来到底是有罪没罪？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对民众党现在而言，他们几乎定调就是政治迫害、政治压力。那如果他们愿意交保了，那他们之前所诉求的那些理念不就崩溃了？所以现在变得他们没有选择，唯一的路线就是柯文哲撑到底，能撑多久算多久。但是这种东西做法，我老实讲，对于柯文哲而言是受伤吗？未必哦。减掉压力可能比柯文哲还大呀。以政治上来讲，对，真的还一样是嘛？因为你每压柯文哲一天，你就必须要更有把握证明柯文哲是有罪的，而且算是重罪。要不然你怎么能够这么大动作的搜寻一个所谓在野党的领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OK， 不只是对柯文哲、对民众党，对于检方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说现在的状况，民众党表现很清楚了。我个人认为啦，他就是让柯文哲、陈佩在里面待到最后1分1秒，检调一定要拿出相对应的来证据。如果拿不出来，他们一定会走向政治迫害、政治压力的手段，逼迫他们做出这些所谓的好像看似违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说柯文哲状况如何，检调的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现在是离11月5号没有几天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讯息都在讲说要约谈谁，谁又列被告又怎么样，但是我们大家扪心自问，这些讯息目前看起来有办法直接烧到柯文哲身上吗？好像还不行。OK， 所以接下来检调的压力，我觉得会比柯文哲更大，而柯文哲一定会依照他原来的状况，包括民众党的态度都不会改变，这就是一场政治的压力。而民进党、而检调、而北院，接下来该怎么去应对民众党的反扑？我觉得反而是接下来必须要关注的重点。OK， 但是我还是一样，最后一句话，依法行政。有问题就有问题，检调想去办谁，想去约谈谁，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到最后你真的找不出决定性一刀毙命的证据的话，那你当初之前大肆搜查柯文哲，包括声押进谏柯文哲，你就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OK， 那当然，就身为律师，我会觉得这整件事情柯文哲应该跟他的律师商量，然后最多跟陈佩琪商量。旁边一些其他人一些的考量，当然那柯文哲主席应该纳入考虑之一。可是主要因为这毕竟是个诉讼，你就是要以诉讼论诉讼打。可是毕竟这个诉讼因为牵扯到是柯文哲一开始就讲，当你们要考虑这样对一个国内的在野党的主席的时候，主要在野党的主席，那你就要考虑到所有的政治风暴。人家那个政治风暴，接下来你会看，包括白银最近一连串的一些的活动嘛。是陈佩琪今天在上台的时候，也已经直接拿了，就是还说要还她老公嘛，对不对？然后包括政治迫害，这几天包括民众党的秘书长周瑜修，然后去约谈的过程当中，那黄国昌再爆出来一个东西，讲说，不是你们现在到底在办刑事案件还是政治案件？你没事去问人家周瑜修，他什么时候退出民进党干嘛？观众，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是民众党的秘书长，可是他以前是因为瑜修那时候来上节目，大家都知道他本来是民进党，然后跟白银合作嘛。那时候还不是白银，应该说跟柯文哲合作。可是现在整个过程这一段是不是也引起政治上一些纷扰？让你听听看黄国昌总召怎么说的。来。
好，任俊，当然他们建署马上有发一个声明，他讲不是，我是问他你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因为我对整个案子调查是有关系的嘛。可是周瑜说，这北检说的，他说是周瑜就自己就开始讲啊，他什么时候退出民进党，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但是刚才黄章总是，我也觉得如果这样问，大家应该都觉得不可置信吧。如果真的问人家这样一些事情，所以这整个现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政治正风暴。其实我觉得北检啊，不管现在是用政治方式在办，还是司法方式在办，在民众党的心里面，那都是政治在办啊，没有什么司法的空间嘛啊。如果按照黄国昌过去或民众党过去的批评，这个叫做黄国昌可能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因为北检已经具名出来告诉你说，我们根本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只有问你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那什么时候加入民众党？我认为当然跟周瑜修的职务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周瑜修在过去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员，社会局。那这个社会局的官员，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我如果印象中没记错的话，橘子当时的这个机要的缺是挂在社会局下面，然后但是人是借调到了市长办公室里面去嘛啊。那所以，如果我其实这个，等下黄国昌那个出来的时候，我问了几个那个法界的朋友啦，哈，他们说其实他们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有一个错愕啊，北检那家好大呢，根本就怪问题。因为你看以民众党现在这个案件来说，我知道就是说检方基本上在侦讯的过程当中，一定全程录影，当然，就谁敢不录嘛？就上一次为了一个什么片段没有炒成那个样子，上次是高虹安的助理对嘛？那个消失的16分钟，对，那个五哥也讲过，对嘛？我们在节目也讲说，真的，你要问我侦讯的过程，照我们的规定，一定是全程录影。那16分钟，平常讲，如果真的是消失了16分钟。那你真的很难告诉大家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一些事，所以黄先生讲啊，最好不要再给我消失几分钟。不是啊，如果真有这个事情，他口中的修哥，应该修哥自己出来讲嘛，也没有，修哥从头到尾对这件事情没有，只有那一天媒体问他的时候，就好像很生气啊，什么捶了门这样子啊，就黄国昌把这个事情说的这个活灵活现的啊，说居然问说他什么时候这个退出民进党，是不是？讲实话，人家现在告诉你都没有，但是大家讲没有的时候，黄国昌不讲话了，好，这件事情突然就好像没发生过，你光看刚刚的那个场景，那是一个选举造势场合，还有配乐，还有琴师帮忙弹，那个音乐的声音，其实冠廷应该最熟，民进党以前有很多这种，最早就都会有那种声音嘛，对不对？那种比较悲情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他这个到了黄国昌这边，当然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上的操作，有没有？其实对黄国昌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当下达成了他的目的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现在这几个这个有可能谁被约谈啊？那刚刚冠廷举了4个人嘛删去法删掉2个啊。那我再删一下好了啦。就是说几个人里面，好，刚刚比如说点名的几个人，我就问嘛这几个人到底谁扮演听话的角色？谁扮演说得上话的角色？这有差别吧？这应该有差别吧？就是说，回到朱雅虎当时被羁押禁见的时候的那一个贪污治罪条例的第11条第4项第1项，那一个讲的是什么？非公务人员的身份，到现在为止，大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那一个被据以拿来作为理由的人？所以你刚刚那几个删去法，我就讲，如果是听话的角，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我赞成刚刚这个博弈提到的虽然他很努力的要促成蓝白还是有点和谐的这个概念嘛但是我就讲现在对于柯文哲来讲，他讲的那个真正要一刀毙命的，其实是柯文哲如果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做了决策。他的图利基本上会成立，也就是做决策的人是他嘛，他要求嘛，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因为现在大家卡的是这一点嘛。可是另外一个是柯文哲在做决策之前有没有去承诺或者答应或谁怎么样给予一个好处叫做对价嘛？那一个就会成立到第二个叫做大家看起来更重的叫做贪污嘛。那现在回来了几个要被调查的，如果只是听话的角色，我说听话的角色就是。
他可能在这中间里面，他所有的资讯都来自于柯文哲，柯文哲跟他讲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可能柯文哲也没跟他讲，因为柯文哲最近都在那个北所里面啊，我也不知道律师是不是会去跟他们讨论还是怎样，但每个人都讲了哇，每个案情都出来讲。如果是这种听话的角色，老实说，我认为对柯文哲的那有没有被约谈，对柯文哲影响不大。因为他讯息来自于柯文哲给他嘛，所以我今天回来看，我就说。现在对于民众党本身来讲哦，当然你说是不是到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要拼这个起诉？我觉得这个不用怀疑啊。你2个月，我讲实话，检方如果到2个月没有任何的动作，他就只申请延押。我不觉得只有民众党会出来谈说，你今天给个交代或什么的，不会啦。我认为那个社会的压力会回到北检的身上，所以他现在不断的扩大。你看在上一波的时候调查的，都是以政治现金为主了。那这样的一个政治现金，当然我们听到非常多的这个坊间传言啊，说是不是有一些被找去的社会贤达或者是什么大老板哦，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跟柯文哲感觉上是不是也有这个？那他唯一的连接，我认为到这个阶段，媒体上面的连接点是说，如果你正常的政治现金，那你就按照政治现金法就给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这个3个、5个、8个、10个，然后大家这样猜去？那个当然给外界很多的联想啦哦。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哦，其实陈佩琪的角色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果就刚刚那几个那个可能性的人啊，说真的，我刚刚讲听话的 ，OK， 跟说得上话的，你觉得4个里面谁能够扮演说得上话的角色？因为如果真正有金钱对价的时候，你认为柯文哲会说，那个钱那个 A 来我分你一点 ，B 我分你一点。如果只是听话的角色，我不认为啦。我讲说我不认为啊。所以现在对于陈佩琪来，陈佩琪在过去里面扮演一个最关键的是，当外界质疑或者是媒体有报道到柯文哲涉及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或北检调查的时候，其实你真正回来看，触及问题核心点的，其实都是陈佩琪。OK， 不是其他周边的人哦，周边的人讲法其实都一样嘛，就是你们在编故事啦，你们怎样，你们没有意义嘛。可是当陈佩琪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包含公布柯文哲的账户，包含公布他们家的这个什么钱怎么放，里面有什么东西，这都陈佩琪到今天为止，检方都还没有在对陈佩琪最少台面上面没有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些如果检方到最后要收之前，我认为在这一块里面，检方应该会再去做另外一次的接触。OK。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些如果检方到最后要收之前，我认为在这一块里面，检方应该会再去做另外一次的接触。OK， 慧珍，我们在节目里讲，慧珍长期以来包括跑财经，对，然后包括石化业，对，然后你是做采访的是非常非常多，对，采访报道啊，类似这些，所以在前一阵子的时候，众望你那时候去看所有的财报 ，OK，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中石化。所有的财报相关的，我也看到媒体上你提出了一些质疑以后，中石化有发一个公开的声明，对，去回应一些相关一些的质疑。OK， 这就我说，因为上市会公司应该有比较严谨的会计稽征的制度。OK， 可是这些东西显然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你的一些的疑虑。是，现在上次大家讲说北检杀手锏是扣了土地，对，你那时候在节目也讲过，这个土地一扣，那个财务杠杆，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那现在呢？现在看起来银行确实是叫中石化要做出一些交代啊，那怎么办呢？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大胆假设，就是因为为什么扣这个土地这件事情是个绝招？因为你要知道，中石化他们这样杠杆玩那么大的公司哦，它每一个时间点可以讲说，你这个工程只要一拖到，就会造成它的借贷的利息成本增加非常多。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他们的年报里面，中石化的年报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他有写到什么？他说写到就是说，事实上按照当时鼎越，鼎越是中石化100%的那个持股的子公司，当时鼎越去筹这个所谓的土融的这个借贷案的时候，就是说鼎越他去银行团借一笔钱，要来把这笔钱付给金华城公司买土地，然后那一笔钱是372亿。那其实我之前有提到，鼎越这家公司原本的资本额是1亿，
他是中石化哦，他是左手卖右手嘛，就中石化把它灌到资本额好像应该有破100亿，所以后来他就是左手卖右手，然后才去吃下用372亿去吃下金华城的这一块地。当时他本来顶越要去借的整个一个银行团的金额是至少300多亿到400亿，因为你除了土地的370几亿之外，你还要盖房的建筑。对，但是因为当时被人家发现你是左手卖右手，所以所有的公股银行全部都收手，不能参与这个借贷案。所以到最后，只有由星光集团领衔的一个什么中信金啊、远东这些借给他149亿，而且这个149亿其实他们的条约定得非常的细，细到什么地步？细到他当时有一条约，他直接讲。2022年8月31号，你鼎越这家公司必须要取得金华城的建照。如果你没有取得的话，你的那个借的利息从9月1号开始就要开始算，算利息算到就是你哪一天取得这段时间为主。那我们回推这段时间的资料，我们确定2022年的10月18号就是鼎越取得金华城的建照，所以按照合约，他应该要给付，就是2022年9月1号到2022年10月18号这一段时间的利息。结果在中石化年报上写得非常清楚，连带银行、星光集团就说这一段时间不用收利息。所以那时候的连带银行是谁？就是吴东进嘛，吴东进管的星光银行说这边这先不给他收利息。你知道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光是收不收利息这件事情对沈庆金所造成的压力有多大。第二件事情，合约清楚载明，你每一个时间点你都必须要去销售预售。所以还记不记得他们那时候2022年的10月18号取得这个建照之后，2022年10月19号马上进行动工，2023年1月还2月马上就在网络上卖。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上网去 Google， 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现在在卖，在销售。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签一个合约，你的每一个时间点，他们在你借贷这个期间，你要有3年，每一年都有一个时间点。其实我就直接用他们里面上面讲，2023年的10月18号，他们要去盘点你销售状况怎么样。如果你销售状况不如预期的话，你就要这个借贷方，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钱给补足，不然的话，他会认为你这个贷款好像有点问题。所以那一次就没有成，就是销售不如预期，所以他那时候就隔了3个月。到今年的1月，他把不足的部分给补齐。那现在来了，你现在被扣押，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不能卖啊！你就算卖，没人敢买。你就算卖，没有人敢买。好，我刚不是说嘛，每一年有一个检查点，对，要盘点。对，2023年10月18号那一次盘点。我如果没猜错，我猜他们是每一年的10月盘点，所以今年10月18号是不是要第2次盘点？是。那如果第2次盘点结果你又是销售不如预期，你是不是要补钱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最新的消息，上个礼拜不是银行团跟他们开完会吗？银行团开完会之后下达2个指示，第一个指示你中石化，因为你中石化是那个保人。中石化必须去补足这个贷款的这个不余的，因为你的包括你的资产可能人家认为已经不足了，还有包括你自己可能本身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股票去质押啦，但是简单来讲，银行团认为你原本抵押的东西可能不够，所以担保品要增加，而且要把顺位提高。比如说中石化，因为他欠贷多钱，我跟你讲，中石化你知道欠多少钱吗？如果就我账面上来看，它光是总债务高达669亿，所以。669亿里面大概有400多亿是帮那个鼎越这边做一个担保的，对，所以他就认为说你担保品要增加。第二件事情，他跟你讲到什么？他跟你说，你这个你那个借款的这个部分啊，你那个中石化自己本身那时候为了要借担保人，你要放一笔钱在专户里面，那一笔钱是45.7亿，这一笔钱也不能动。他说你这笔钱也完全不能动，然后你担保品要增加。第3点，我跟你讲，那才是绝招。中石化最快从11月开始要还本金。
还本金的意思是什么？就跟你雨天收伞抽银根差不多意思嘛。为什么他叫你11月要开始还本金？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查核时间点不足的话，你就要把钱弄进去。他如果你没有办法把钱弄进去，他就认为你现在已经违约，而且根据今天的媒体报道因为你那个抵押品现在被检方扣，对不对？他们的联航团认为你已经实质违反了连带合约，已经造成违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抽银根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是现在进行式。那当然，现在大家会讨说，那会不会中石化倒？最主要原因是中石化在高雄亚湾区有非常多的土地，那现在就面临你这个土地，你要不要赶快尽速卖？我之前在小五哥节目也有讲，今年光是8月，他们就卖了2块土地，进账70几亿。他现在就他们自己出估啦，他说他这一些所谓的投资性的这些不动产的价值400多亿。OK。现在就看你这400多亿是不是要赶快卖，能不能卖得掉？如果就我对于银行团、金融业这一种比较，不能讲吸血鬼啦，但是只能讲说比较实际。我说不能讲，对，应该说比较实际一点的性格，比较趁你病要你命。就是说，如果是银行团这样子的通常的做法他现在叫你还本金，对不对？那你一定还不出来嘛？还不出来怎么办？不好意思你那个给我们做抵押的，那我就只好先把你扣下来喽。这个代志就越来越大条了。而且呢，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当时星光集团的领导的这个银行团说你那个一两个月的利息不用。为什么？因为当时星光银行董事长是谁？是吴东进。那请问现在吴东进还是吗？不是了。所以现在的星光的这个领衔的当家的是那个应该算是他们那个3弟这边台新金这个部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搞不好他不仅不会伸援手，他搞不好还给你，对不对？下毒手，你说的，你讲的比较我还在想有没有比较和缓的词，好像想不出来。好啦，反正就是他搞不好真的会认为趁这个时间点可以把你这个目前抵押品给吃下来。OK， 所以现在当然你看到包括中石化发了声明，告诉你讲说，那因为上市柜公司包括他们的会计稽核都非常的完整，那他们也在应对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要股东放心。可是刚刚慧珍，因为慧珍是看财报，对，从财报里面，因为一般观众朋友，第一个你也不会去看财报，第二个。看也不见得看得懂，对，那你就真的要很专业往下那个爬书。所以北检这一招是不是真的？最起码对沈建菁来讲的话，那真的是插入命门了。我可以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们之前我上次不是在那边讲吗？他们财报有一个叫做流动资产，对，流动资产不是高达665.9亿吗？我当时不是在这节目讲，怎么可能你流动资产那么多？后来他们不是有出新闻稿吗？说他们的流动资产除了认列他们自己本身石化产品的一个资产大概30几亿库存货之外，他们另外一个流动资产是认列什么？就是认列鼎越这个金华城的这个案子，它的认列金额是多少？499亿。他认列他的资产有499亿。不好意思你在那个银行团认定建价里面，你给他300亿你讲330亿，就是这个东西，银行团说，这个扣你只值330亿，但是你自己认列的存货你高达499亿，如此庞大的距离。所以这问题来了当银行团要跟你算总账的时候，你跟我说我这个值499亿，你公开放嘎，都330亿啦，所以这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慧珍今天在节目就讲说，不可能会有那个包括存货，竟然会高达那时候是几百亿，对，就是600多对，说不可能会有存货这么多，所以你讲后来他们讲，对他们存货确实只有30几，其他是认列这一部分，所以你知道这整件事情里面好，包括。沈建菁如果要不要被延押，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可是为什么包括沈建菁到朱雅虎，当朱雅虎被收押的时候，那部分的一些的事实认罪，在那过程认了哪一些？那范老师，因为过程当中大家就在讲，你到现在还觉得，如果照媒体上讲的话，微金到底有大概4亿多吧？然后鼎越会有是不是有一个5亿的？你说不管是奖金也好，是什么也好，就大家在找嘛。如果真的有这样钱，不可能没有，除非没有。可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找这些，但是刚才包括不管你讲博弈啦，或人家刚刚有提到，你如果真的到最后，检方就算起诉，假设你真的就是到最后做好，你坐实说柯文哲你就是有图利，so， 那大家就有的占了嘛。因为刚才媒体没事就讲什么微金4点多亿，鼎越5亿多，钱嘞，小草就问你钱嘞，提出来乒乓者啊。
刚才媒体没事就讲什么微金4点多亿，顶月5亿多，钱嘞？小草就问你钱嘞？啊，提出来乒乓姐啊，就这样就好啦。看起来今天约谈这个邵秀佩，因为他是这个都委会的执行秘书嘛，这个就应该就是所谓的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的问题了。对。可是上礼拜五呢，他是约谈周瑜修，就是民众党的现在秘书长。对。那这个大概就是有关于就原本那个政治他们的那个所谓现金，还有怎么运用嘛？因为他上礼拜五还约了这个戴瑜文，他是民众党的新闻与舆情部的副主任，这可能就会跟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公关公司啊、木可他们的一些经费的使用，但是看起来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分开来，而这里面有横向的联系啊。那我觉得周瑜修也好，戴瑜文上礼拜五他约谈了12个人其他10个人我们不晓得是谁，但我觉得应该都是竞选过程当中负责文宣这一块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那个台风的暴风眼，那个核心的部分大家已经掌握了。现在这些人可能是没有直接碰到钱，但是他们可能大概知道这些钱用在哪里，所以找他们来做证。我觉得那个都是所谓的外围了，表示里面已经扩清了，现在要扩清的是外围这一块。不然我认为黄珊珊应该也碰不到钱啊，他也是比较偏向这个竞选策略这一块。所以我觉得真的管钱的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管公款，另外就是橘子是管私款，那另外就是陈佩琪是管家产啊，这3部分都是跟钱有关的。那现在就变成说怎么样？现在主要的这3个东西把它连在一起，但因为橘子不在，就比较难连。所以你也看到就是说上礼拜五啊，大家看到周瑜修跟戴瑜文他们12人是去哪里？是去调查局的北基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最早是谁在办？是廉政署在办。好，那我们知道，因为现在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他曾经是廉政署的副署长，也担任过廉政署的署长，从2019年到2022年。那我们知道，廉政署在1992年以前，他以前是叫是调查局的税函的啦，我们叫人2，一直到1992年，他独立成为政风司，跟调查局是平等的。OK。但是政风司主要是各个政府单位防弊，例如说你要招标，他等于算是一个消极的作为，一直到2011年，他变成廉政署，他变有战斗力了，他变成是一个查弊的，就跟调查局平等了。过去是调查局的小老弟，长期几十年来30、40年都是这样，现在跟调查局平起平坐了，所以2个单位现在有点竞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次郑明谦为什么把这么大的案子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廉政署办，当然他希望廉政署能够有所表现嘛。可是我必须要讲，廉政署因为它是2011年成立，它真的有办案经验哦，到目前为止大概10几年，不够跟调查局比还是不够，因为调查局办案办了40、50年了，特别是这个北基组，我们以现在北基站啦，叫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它最早叫什么组？叫闪电组，就是调查局作为会办案的人都是北基组，所以我认为。可能廉政署的办案遇到瓶颈了，现在要由调查局的人力出来。刚刚武哥讲，因为柯文哲已经被羁押1个月了，对啊，这1个月如果再没有办法有杠上开花的话，压力就在这个法务部，就在北检了，对不对？那北检的检察长又是这个之前这个又是当王俊立，他又是这个当过前任调查局局长嘛，所以他也透过他的去用调查局的力进来。他也很关键的是。因为这个这个廉政署它主要是国内部分，调查局它有国际事务处，我们派在日本的是有安全官派在那个地方常驻了1任3年，所以现在的橘子在哪里？在日本哦，所以说这就变成说廉政署就没有这个能力。有人力，你要叫他们派驻在日本的人想办法去找到橘子，在日本问橘子吗？不是，他也不太可能在日本这样子啊。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合作的方式嘛，因为我们跟日本的情治单位或者警界都还有掌握行踪是有可能，对吧？但你不可能去问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国外行使。他还是证人啊，对啊，证人啊。中国共产党可以，只能够侧面去了解了哈。第2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的反洗钱组织叫艾格盟联盟，它总部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我们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阿扁那个案子就是从那开始的。中国现在不是，中国跟澳门都不是啊。那我们也有人常驻在艾格盟组织里面，也是1任3年，所以就变成说有这个组织也可以提供一些国际洗钱的情资。那范老师，我刚刚讲的意思就在这，当媒体把那个钱行做的非常多，我刚刚有没有讲？
威金有没有4亿多？然后另外这边是不是有5亿？哎，现在人生动不动就几个亿在那边算，如果到最后。我管你这边是4亿，那边是5亿的，到最后就是记忆跟回忆。那你告诉我，这怎么样？因为当你行错的这么多钱，结果到最后就是一个图利。你告诉我怎么跟大家去交代这一块？我觉得这样当然会变成大家会很伤了，因为这变成雷声大雨点小。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没有金流，这个当然很关键。那当然现在柯 P 他们的包括黄国昌就说没有金流嘛。但是我们要知道图利也不一定要有金流啊。对不对？我们知道之前李树德那个案子是嘛，也是一样嘛。是啊，所以当然，如果只是图利罪的话，那可能他就可以交保，对不对？起码就不用一直积压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个博信的意思是说，据消息，对，就算可以交保，是他们觉得是不是也不会交保？对，要不要交保？因为那是曼德拉，对，要行做成曼德拉的感觉，对。你们不要害他，好吧？我不晓得他党事务，我只传达我听到的消息。对，这个现在这个对不对？这个沈庆金是住在医院里面，是没擦边，每天洗热水澡啊，对不对？啊，现在那我们看朱雅虎现在坐轮椅了，那朱雅虎那个轮椅好像之前是沈庆金坐的，交接给朱雅虎，然后沈庆金现在在病房里面可能需要飞轮了哈，因为需要减肥了，因为每天坐那边没有运动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变成说，对柯文哲来讲，你真的要他当曼德拉，你真的要他当翁山书记，这要考验他的意志力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有一个时间点，将军大家在找橘子嘛，OK， 应小薇。他是8月27吧？27，橘子也是8月27，对，也是。好，那是巧合，两个人刚好都想要出国，但是这个巧合，包括现在橘子闷不作声，就让他觉得说他是不是刻意在那天要出去的？如果把这些都摆在一起的话，那有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他们知道？就所以北检有媒体讲说，北检现在在开辟第2战场，对，就你怎么会你们都在那个时间这么巧？都想要出国，然后包括还讲说，应小薇跟沈庆金是不是后来说不要再打电话了，用 Line， 对，不要再打电话了，是不是都是某种程度是有人泄密，还是他们的警觉性特别高？不，我觉得北检一定会怀疑，一定会怀疑。我们以前在国防部到一个单位去做突击检查，我今天如果这1个礼拜突击3个单位，有1个单位你还没有去，他就把你的证书都摆好了，等你来，名单都打好，哇，这么厉害，你觉得这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对，这个主官真是高明。你1个礼拜去3个单位，全部都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是不是我随行人员是有问题？有人打电话，连名单都打出来，连长官喜欢吃什么菜都做好了，这还突击检查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北检是这样，北检对于金华城这个案不是从8月才开始办的哦，其实他5月份就好像申请了监听，就是说，这个沈庆金跟应小薇相关人等，这个通信我们要做监听。当他通信开始监听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怎么监听不到了？他不用电话打，因为你知道老人家这个沈庆金他通常以前的习惯跟应小薇就是用电话在通联，突然间变成用通信软体通联了，就是在申请准予监听开始。突然间，又不是打仗。无线电保持缄默，对不对？这么没了，都不打电话了。后来发现他们是用软体在通信。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到了6月份，其实当时这个北检就已经掌握到应小薇要到加拿大去，那个时候他们就有点慌了，是不是风声走漏了？我要准备收网，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要逮捕他？还发现不行，市政不够。也许在6月份的时候还没有那个4740万，还没掌握到。或许那个时候掌握的还不够精准，不敢收网，所以那时候心慌，就让他跑了。跑了以后，他还好回来了，从加拿大回来了。到了8月27号，他们本来是9月5号要收网，后来8月27号，应小薇就申请就要出国了，他们就收到消息要出国，而且在桃园被拦，他又跑到台中去，这摆明了就要跑嘛，所以没办法，非抓不可。所以整个北检的计划才会在9月5号之前。突然曝光，变27号开始做，然后隔天这个柯文哲等这些人就开始被约谈，这个状况是被迫提早，不是按照计划作为提早。所以9月5号一下提到27号，早了1个礼拜。那这1个礼拜，当时为什么定在9月5号？一定廉政署跟北检还有部分的资料没有掌握。其实如果讲说他是如果照刚将军讲是从5月开始挂线监听。
平常讲5月开始挂线监听到9月，我都觉得短。对，因为一般这种挂线，像我们有一些案子，你等到去回头，因为都已经开始办了，都已经再打到地检署，然后打到起诉以后，那个资料全部都可以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哦，1、2年都有，这2年以上的很多，你会发现哇，原来你们大家可以挂线挂这么久，真的，你会看到有这样。5月如果到9月，其实不长，我不知道，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啦，就是为什么要在9月要发动这些？可是其实那个时间不算长，真的不算长。也许是5月到9月是针对沈庆津跟应晓薇，再往前推可能更久，其他更多人被监听过，才会一个一个依序抽丝剥茧，找到了应晓薇跟沈庆津的关系嘛。所以，但是呢，重点在谁泄露的？怎么会这么巧？而且在8月27号那一天是更巧。因为8月27号那天是突击，本来9月5号嘛，突击在8月27号要提早收网，应晓薇，然后沈庆津不是跑到一个安全梯里面，在那个安全门里面做了一些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事，然后不知名的，当时没有人料到的橘子，也在这个时候跑了，所以北检他自己他奇怪的，谁说的？这么巧，8月27那天发生这么多，是绝对不是巧合，这一定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那就叫内鬼嘛。这么巧，8月27那天发生这么多，是绝对不是巧合，这一定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那就叫内鬼嘛。那么其实橘子的出现哦，我觉得检察官为什么？我觉得上礼拜检察官还对橘子温情喊话，说不要，大家不要骂他，不要讲他，我们你联络到了。对，为什么哈？我觉得橘子可能对柯文哲来讲是最不想被检联约谈到案的。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哦？因为橘子不是一个资深的政治人，你说应晓薇也好，你说沈庆津也好，这都身经百战了。那即使进了地检署，进了廉政署，那个长达10几个小时的问讯，什么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要闪，什么要假坦白，让他们厉害得很。可橘子呢？橘子好，37岁好了，跟着柯文哲充其量不就这几年而已吗？一个年轻人进入了检联，这个如果他问说，哎，你照实说，我们没有要害柯文哲，你们都误会我们了。其实检联都好人啊，我没有要害柯文哲，我们要帮柯文哲洗刷清白。你跟我讲的是，你只要说是不是就好。柯文哲出去会不会带着你？会。柯文哲跟别人吵架，你会不会知道？会。那柯文哲有什么样的金流，会不会让你知道？金流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跟谁见面。只要检联问这些东西，橘子很简单的，我回答是帮柯文哲洗刷冤屈。为什么？在橘子的心目中，柯文哲是至高无上的，是不会犯法的，是被人家冤枉的。所以检联如果打破这个心防，这样子问他，哇，可以问出多少事情来啊？将军橘子一定有难言之隐，因为他到现在连发个声明都没有。哎，对，今天刚好讲说，那个检方再一次传那个邵秀佩，因为邵秀佩是民众党一直拿出来打脸所有人，因为说橘子是不是逃亡？说没有啊，你们上次也说有个人逃亡，他就回来了，结果人家马上就回来，就是邵秀佩。对，但是橘子到现在一定有，你只能说他一定有难言之隐，因为他到现在一个声明没讲，没讲话不代表他有罪 ，OK？ 对。可是你一个声明都没讲，什么都没有，我只能用一定有难言之隐，就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讲这些。如果是难言之隐，我觉得还算良善。如果是人家不让他言呢？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不让他说？不让他联系？我们如果出国，在国内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会不会跟国内朋友联络？哎，冠廷啊，到底怎么样？理论上会嘛？惠珍到底什么事啊？我现在国外是怎么？会不会？一定会，一定会。那这个橘子37岁的年纪 ，OK， 怎么比我们这些人都成熟啊？完全不闻不问，完全不管，也临危不乱，连个声明不发，电话不打，联系不弄，这是他不联系。还是有人不让他联系，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确保的。可是讲橘子这里面，因为那时候是 Thank you 哥是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个信，就橘子的朋友写信给橘子。对，请问这里面什么2.3亿、3.1亿是什么？对我先讲哦，刚武哥的判断是橘子可能有难言之隐嘛，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不一定有难言之隐。那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被柯文哲告。他去当证人那次，柯文哲传的证人，为了证明他跟高虹安没吵架，要证明我有罪，我乱讲，他传的证人就叫徐子瑜。是，
我要还原当天的现状哦。徐子瑜在法官面前再三强调他跟柯文哲的关系，他表示说柯文哲跟任何人吵架都会跟他讲。当然后来我的律师就突破盲场嘛，说那跟陈佩琪吵架会跟你讲吗？愣了一下说不会。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有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是徐子瑜橘子会不会他完全不作声，完全不发声明，就是他继续誓死捍卫柯文哲。他宁可被通缉，宁可跑去国外，宁可完全不理这个案子，可是保护柯。但他对于柯文哲那种忠心，说实话，虽然我跟他立场不同，是有可能的。我回来讲陈柏惟的爆料是这样，他说橘子有一个好朋友写了一封信，请陈柏惟在节目上念给橘子听。那里面的全文是讲说，鼓励他不要背锅，你家里不缺钱，2.3亿、3.1亿都是零头，不需要为柯文哲离乡背井。陈柏惟在讲这个时候，刚好那天我也在场，他是念是有一个资讯是照念的，我相信陈柏惟不会乱讲，真的有这封信。那现在有很多各种推测了，有人推测这个2.3亿、3.1亿，有人有一种说法是说是柯文哲要橘子保管的钱啊，等等，但无法证明，这要等案情真相大白或陈柏惟有一天可以讲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这事情我有问过陈柏惟啦，陈柏惟是说就是确实有这件事。就是真的有这封信，可是现在还不能讲。现在还不能讲，就是谁跟他讲的。我相信起诉的时候都可以讲。这第一点，等他到时候自己说。第二个就是说，橘子他确实家里，我们过去几天大家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杜聪明家族的后代，家里很有钱。但我要强调的是说，他跟柯文哲两个人的关系，除了幕僚跟长官之间很密的关系以外，会不会有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说？回来去年，当时大家在打选战，柯文哲被揭露新竹有一块土地，而这块土地当时他的讲法是说，2008年新竹有4位医师，包含他的台大学长，找他的父亲一起合购。对，然后呢，他爸爸说他又不是医生，所以转给他。那当时我发现我也很闲啊，我当时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去查，就是不对啊，你当时的这6个地主，除了柯文哲以外，都是女生嘛。2开头身份证字号，2开头身份证字号 J2、A2 以及其他每个都女生。那当时我就讲说不对，你说学长，这不像学长啊，是女生。那当时民众党的讲法，就有人就骂我说，你那个人家学长也可以是女生啊，好没关系，这不重要，不是重点。但我重点来了，很有趣的是，其中有位地主姓许，他的身份证字号的前2码是 A22。好，这我就觉得怎么很眼熟？因为当时这个是我揭露的嘛。OK， 结果在哪里看到了？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当中，有一个人捐给他钱，也姓许，叫徐子瑜，他的身份证字号前3码也叫 A22。好，现在有很多人有网友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有在讲说，这 A22会不会就是徐子瑜？我们是有水准的新闻面对面，我们要用科学方式来讲。来，我跟大家说，全台湾我们算2400万人。第1码是2，我们算一半，1200万人。好，连线1200万女性。第2码是2，有10种选择嘛，0到9 10种选择，所以除以10，所以有120万人。23码22，好，都是2啊。第1码是2，第2码是2，120万人1/分了。再来，我们推估 A 是什么？A 是台北市。台北市占全台湾人口大概1/10，所以有12万人是 A22。所以你要跟我讲说。12万人是 A22，就是徐子瑜吗？拍谁？别忘了关键的证据，许姓。为了今天这节目，我刚才特别去查，许姓是台湾第11大姓氏，占台湾的人口2.3%，所以120万人乘以2.3%，2760%。所以我们只能讲这一个人许姓，我目前证据2760%，老实讲啊，也不算低啦，对，也不算低啦。所以我就好几万人啦，2760%啦，2760个人，对，2760，所以 A22姓许，台湾有2760人以上。完全逻辑推估，其实还可以再欠说，因为我去查他父亲他的父亲许昭胜。对，应该也是台大毕业。是，他应该是台大的。没有，可是以他现有的资讯查不出这个。对，他现有这个对，冠廷他是很负责的，用数学的方式、科学的方式，把他所有的。我要特别讲，因为现在很多网友真的都在讲说，这是就徐子瑜，我就客观说，依照目前的推估，现在你只能说2760%的几率，这个是徐子瑜吗？那其他证据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回来讲啊，就是说
徐子宇真的是重要了。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会这么怀疑，就是因为他真的重要。他是我最后要讲一个点，当时我跟柯文哲的这个官司传他到现场之后，大家法官也会想知道说，那你去现场干嘛嘛？他的工作是在1楼守着监视器。他是守着监视器，为什么？他跟随扈反正就是他的工作嘛。守着监视器，就是你想象那个画面，毛坯屋，建商的一个毛坯屋，柯文哲跟高虹安密会，对，然后里面有其他人，然后不知道，这不管。好，总之，我后来掌握到的资讯就是，高虹安跟柯文哲两个意见不同啊，然后等等等等啊，柯文哲有意见，说他没有意见不同。徐子瑜跟随扈2个人在1楼盯着监视器看有谁进出这个活动。对，我的那个案情不重要，但我要讲是说，你就知道他多重要了嘛。他就是柯文哲形影不离的人。我只要问一个问题：检察官如果今天徐子瑜来，他问他所有的行程，柯文哲讲私人行程的，没人知道的，政务官不知道的，连那个他所有这些账房什么都不知道的，徐子瑜跟他在一起，他不能说他不知道。所以可能跟谁见面、跟谁互动，就会真相大白。所以我觉得也是徐子瑜到目前为止不敢回来面对的原因。这就我说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啊？这算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啊，他不愿意对不起柯文哲。是。那但是他也觉得讲出来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所以干脆就不发生。某种程度这个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当发生这么大的事，一点回应都没有，当然会让大家讲说，那橘子你到底在哪，能不能发一个声音啊或者什么？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好，任俊简单的告诉我，木可解散了没？理论上面来讲，他们当时就要进入清算，就是第一次开那个什么查账会嘛。对，但是那个智瑶解散了。现在讲说智瑶解散了，那为什么木可还没解散，智瑶先解散？这个蛮奇怪的啦。我有想到，我唯一怕讲，因为木可还欠那个。应该是欠靳总吗？就是他那时候不是讲说木可还要再还他们就是1000多万，对木可的李文忠，跟靳总的李文忠多拿了1000多万，对，所以靳总的李文忠要跟木可的李文忠追讨那1000多万，但是因为这2个李文忠现在都在北中，所以看起来没办法，因为其他公司都没有，也不知道其他还有谁是负责人嘛。那登记的负责人叫李文娟啊，李文娟说实质上负责是另一个叫李文忠啊。但你刚刚提到智瑶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智瑶公司一直从一开始被披露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是一个谜啊。就是包含智瑶为什么要成立的这件事，陈佩琪的说法就好几次，好几个不同的，换来换去啊。一下是人头公司，一下又说他儿子在自主的意识下走进去银行开户，那也没人觉得说他儿子是不能自主的哦。但最奇怪的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柯家其实谈到他儿子的这个新闻的时候，事实上一开始说他儿子失业啊。结果说，儿子失业要开公司，但问题是这整个事件爆发之后，大家都在找说，柯富瑶在哪里？ OK， 才发现他其实人都在日本。那如果人都在日本，那当时为什么要开这个公司？老实讲也没人知道。后来陈佩琪讲的那一句话，我觉得更特别。他说：“我们叫有犯意没犯行。”你还记得吧？反正大家也觉得说奇怪，那到底什么叫有犯意没犯行呢？因为你讲的那个有犯意是说我要开人头公司的犯意。但没有犯行的，他的解读是说，因为他是自己要去开，那所以也没人懂哦。那现在应该是这样讲啊，就说智瑶这个公司哦，它让大家比较好奇，就是说它到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干嘛？就在那个当下，因为所有的感觉上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不是他为什么要开始也没人懂啊。对，就是从有开始还没开始要结束，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卡在5月份，包含到我们刚刚提到所有的账，我曾经讲过，我说那是因为我个人推测啦，是因为他们觉得4月份的时候政治现金就爆完了 ，OK， 那后面有没有补正或是怎么样都 OK 了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以这个智瑶资讯传媒有限公司，好，以他这个公司上面来讲，他的代表人登记其实就是只有柯富瑶而已，好，只有柯富瑶自己一个人。但我就讲哦，就说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做这个公司营业登记项目哦，通常前几项应该都是主要项目，对不对？那你看它的其实哦，所有的项目大概都是在顾问业方面。你看它第一个食品顾问业、一般投资顾问业、管理顾问业、资讯软体服务、资讯处理电子这些，产品这些，你也会发现它其实它的顾问的项目还蛮多的，你知道吗？就是以柯富瑶自己本身的学经历的状态，他要做这些东西，可是你如果再回来看说食品类，一般投资、管理顾问、 OK， 资讯软体，
这个跟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提木可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东西不都一样吗？这个跟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提木可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东西不都一样吗？所以为什么外界会一直认为说，是不是因为之前是张一山曾经爆了哈，他说什么是因为柯文哲不信任李文忠啦，所以要把这个儿子的公司啊把它弄起来。但是因为柯文哲被陈佩琪说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柯文哲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那结果我们就问啊，如果柯富瑶现在人其实是在日本，谁把这个公司结束掉的？谁授权的把这个公司结束掉？理论上面来讲不应该要有人碰啊。柯富瑶是一个独立自主，能够自己走进银行去开户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人也没回来？你刚刚提到说橘子没发过声明，柯富瑶也没有，也没有。对于这个公司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柯富瑶是神隐的，也没有人。我觉得我们媒体没有恶到说要去追他或干嘛，但是从头到尾他一样是一个不发言的角色。OK。那现在的问题看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我也是金华城停不停工？因为去问市政府，市政府去问那个法院，那个真的不用问，而且那个答案完全跟大家想的一模一样。对，请自行酌处，一如预期。对，一如预期，完全一点都没有意外，就差没有那个字都一模一样。对，但该问的还是要问。对，因为蒋万安市长真的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绝对不会随着绿营的挑动而随意的起舞，好不好？该要做的一定要问清楚，整个流程要完善啊。虽然我们知道会有这个答案，还是要确定法院回来。不会，我重点，给我重点，因为我真的拍姐，我真的是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没有真的很瞎啦。就是说，因为法院不是他的上级机关，你要不要停工不是请示法院，因为法院不会管你这件事，所以我们当时所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传了之后，你回文给他之后。他只会跟你讲本于全责办理，结果我要讲，包括像苏慧议员跟一些议员最近在帮那个蒋万安讲话的理由是讲说啊，蒋万安啊，等到起诉之后啊，会不会停工，后面会再处理啊？那你就跟大家这样讲就好了，你就跟大家讲说，我等起诉之后再要处理，你为什么要多做一个动作，叫发文给法院？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本于全责办理，然后他回你，所以我当时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再确定一下，法院他只是一开始讲的是不能处分，对。那请问一下，不能处分的情况下，我们再多问他是不是要求他必须要停工，再多问一次而已。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不用问了。对。不过在问的同时，其实也不是没有做别的事情啦，就该要做的还是有去做嘛。就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不能处分就是不能卖嘛。那台北市政府依据中央的函释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在建物被假扣押处分的时候，他不会给予厂商勘验的这个过程，他不准，这已经做到了。所以当他不能够勘验，而厂商继续要违法施工的时候，后续就可以违法停工办理，或甚至是不给他执照。所以对台北市政府而言，两个方面做得很好。就第一个就是不让他卖，第二个就是不让金华广场来营业。这个实际上真的是对整个威金集团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刚都知道了，对他们而言，现在如果要继续盖下去，问题非常多了。那盖是要钱的，好不好？越盖钱越多，越盖洞越大。你有没有这么多的资本让你继续盖下去？尤其是在银行团要求他增加担保以及提前还本的情况之下，威金集团撑不撑得住？在没有审罄金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目前做了，我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因为第一个，我们绝对不会当金华城的保护伞，不会；第二个，我们也不会当绿营的打手嘛。你们讲的都那么好听，对不对？说要停工停工。如果被告赔钱了，那请问一下，民进党的议员要不要出来帮蒋万安一起来背书，一起来扛责任？也不会嘛。现在都讲得很好听，出事跑的一定比谁都快啦，我保证。所以，我们依法行政，谋地而后动，我觉得是北市府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做法也的确实质给予金华广场、威金集团很大的压力。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希望，就威金集团把话赶快讲清楚吧，要不然当你的洞越来越大之后，最后倒霉的人可能会非常的多。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包括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也讲了，就等到后续包括有起诉这些，就综合做判断，到底停与不停之间会不会到那时候一翻两瞪眼？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在昨天就礼拜天的时候，其实你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时候一直在讲有没有罢梁，有没有什么什么一路，昨天就投过票了。OK， 投完票结果。
那个结果在场6位都不意外吧？不意外啊。OK， 好，那大家都不意外，因为差不多也感受得到，尤其这一阵子的氛围，国内大概所有的媒体的空气全部都被柯文哲吸光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冠廷，你们自己会怎么样看这个民间团体推动像这些所有最后的结果？那你们会怎么看？好，我先讲哦。第一个事情要给这些罢良团体的年轻人一个大大的肯定啊。其实接近7万个出来投出同意罢免谢国良，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我想，5个也是基隆人嘛，就是基隆其实是一个传统上本来就蓝大于绿的地方。林右昌的8年的存在，其实本身就是特例。就是他的选举的结构，哪怕到这一次总统大选，赖清德的这一次总统选举，你在基隆也没有赢基隆是输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蓝的地方，基本盘如此。那我这些年轻人他这样子就是发动这个罢免，然后行使公民权，其实最后能有7万票，然后最后投票率50%，这个是已经非常不简单。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回来讲啊，还是要给谢国良市长提醒啦，就是说这7万票的民意他不应该漠视。那昨天其实我也客观讲，就是谢国良他在面对他保住这个市长宝座的谈话。高度是够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有高人指点的。他包含说要去找这个罢良团体的发起人来谈，这是好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一个公民运动完了，无论成败，你当一个市长的人，你那高度要拿出来。那看来他们态度是说，他们也会谦卑反省嘛，等等等，这很好。我觉得这个态度这样子的话，这7万票的民意，接下来2年才不会如影随形的，对于谢国良所做任何事情，全部都会非常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正视这7万票。在第3个我要讲，我实话讲是国民党的策略是清楚。国民党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要打蓝绿对决。他们的策略是基隆蓝大于绿，那用蓝绿对决的方式来让这一个谢国良的这个罢免案上升到总统规格的选举。那我为什么讲说这些罢良团体的年轻人很不简单？是其实这是一个超级不对等的一个不对等的资源战。从罢免结果完了之后。包含国民党，像林涛兄啊等等这些，都会讲你们民进党有介入，不要说你们没介入，然后我们赢了的态度，其实不是，不要这样讲，就是所有人都有眼睛，就是说我每个人扮演他的角色，国民党用的规格跟力量是远大于民进党。那我们的角色，我借今天这机会也跟我哥跟大家讲清楚，民进党从一开始我们内部有开会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希望不要喧宾夺主，我们站在第2线协助。我讲的协助是什么意思？我举例，罢良团体这些年轻人。当被市政府不正当的手段欺压的时候，我们基隆的市议员跳出来帮忙他们。举例，要借场地借不到。举例，他们连要一个联署站都被很多的压力给阻止。那这些议员就说，那不然来我服务处设联署站。就是说，我们站在基隆市议员、民进党的党公职协助他们的角色，这第一点。第2点。当然，林右昌秘书长被提到嘛，有人就跳出来讲说林右昌秘书长这个你这样子冲到第1线，然后真的处。其实不是，林右昌秘书长，我们内部讨论完，他的角色就是他必须要正确的资讯拨乱反正。他是前基隆市长，面对谢国良他的团队给予错误的讯息的时候，唯一可以站出来，而且跟全民讲清楚资讯的人就是林右昌，所以他有义务跟责任，也要出来跟大家讲清楚。当然选完了罢良团体没赢，然后罢良这个活动没赢，那我们协助的民进党他们偏爱被规则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就该瓜承受。可对我们来讲，我们更重视的事情是，谢国良在过去2年确实民调所有的满意度都是吊车尾，可不可以汲取这个罢免的教训，然后好好的在这2年服务基隆的市民，我觉得这是大家更重视的事情。当然结果已经出现了，可是这个结果不是单纯在或大家会关心我们基隆或谢国良接下来在基隆做怎么样，可是大家会更关心的是，第一个，这整件事情，因为国民党那时候这一仗一直界定的是，如果这一仗没有挡下来，未来就是大罢免潮，那时候讲的是这样。那这仗挡下来以后，未来就不会有大罢免潮了吗？然后包括媒体上报道说，在10月下旬，可能20几号，国民党是不是在立法院会发动？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在讲说选罢法要不要修，那个门槛要不要提高，还是会动吗？像第一个，我们当然认为谢国良市长的罢免案如果没有挡住，明年的大罢免潮、立委大罢免潮一定会出现。那谢国良市长罢免案挡住了，明年的立委大罢免潮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因为毕竟还是会根据这一次的罢免的一些情况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啦，就是其实这回罢良的开票结果跟我们内部预期
差不多。唯一有差距的就是我们没有预期到投票率有到5成，我们大概估计在4成多。但是我们希望是票要高的，因为高的话会让不同意票跟同意票的差距更明显，这个才能够有更加的正当性，证明不希望谢国樑市长被罢免的人是远远多于希望他的人，这是我们预期的，而结果也的确是如此。所以这个部分老实讲，同意罢免谢国樑市长的这6万9千票是多还是少，我都尊重，因为各自看法不一样，这个我都尊重。但我真的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选后罢梁团体说的一些话，我是有点怪怪的，想请教他们一下。第一个，罢梁团体说他们拿到了近7万张同意罢免票，表示有近7万位的基隆市民对谢国樑的施政不满。这第一句。第二句说，罢梁活动获得了浅蓝跟中间选民的支持。我说我得到浅蓝的支持，吓我一跳。我马上就看了一下2022年基隆市长的选举，当时民进党蔡适应得票71500票，时代力量陈维仲得票12000票，也就是泛绿阵营加起来总得票数是83000多票。因此，根据当时的市长选举，还有这一次的市长罢免，他们的投票率来换算，市长的选举投票率6成，这回市长罢免投票率是5成，得出来结果是什么？就是这次赞成罢免谢国樑的票数6万9千多票，跟之前市长在2022年投给绿营的人数几乎一模一样啊，没有差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谢国樑市长罢免案，只不过是浪费钱、浪费人力物力一个动作罢了。因为喜欢谢国樑的人还是喜欢谢国樑，不喜欢谢国樑的人还是不喜欢谢国樑，一点差距都没有，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不晓得到底哪里我们这罢梁活动获得浅蓝的支持，或者是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要知道这次谢国樑罢免案花了多少钱吗？至少3000万台币。如果明年再出现很多罢免案，几乎比照办理，这些钱花的不是基隆市的钱，也不是花什么民进党的钱，花是我们大家的民脂民膏啊，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你们会推动选罢法修法吗？选罢法要不要修？我个人有些特别的想法啦，就说我觉得门槛定在1/4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问题，大家有够共识的。我反倒觉得是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联署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资格弄严谨一点？因为现在第一阶段1%嘛，第二阶段10%，也就是说第二阶段过了就会非常高。可当你真的进入第二阶段到第3阶段的时候，实际上那差距是差到15%以上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说，也许第一阶段变成5%，第二阶段可能变成15%？就是说，在你的联署过程当中稍微严谨一点，然后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取决于最后到底有没有罢免成功。我不晓得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这个必须要有共识，就是说要民众支持，也要朝野都支持，我们再推动这个动作。我觉得对于接下来如果在发生罢免的情况之下，可以更严谨，不要去浪费太多无谓的精力跟金钱。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简短回，就是说用罢免太浪费钱啊，然后跟社会的关注啊作为理由要提高门槛，这是万万不可行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其实民主就是一个嘉年华会，每一次的过程都是大家的民主学习，那这是公民权利的行使，其实不应该再用这个理由，然后把它变说公民的权利，把它剥夺或把它变更严格。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这一次在基隆谢国樑罢免还没有过，那未来那个所谓的大罢免潮是不是还是会出现？那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包括蓝绿两边，尤其蓝营也说，那他们也针对绿营的一些委员，那然后包括蓝营有一些人被点名，到底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可是现在今天我不知道，您知道今天老共有军事演习吗？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观众朋友搞不好根本不太清楚。但你要关心这个，还是要关心嘛？因为它确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包括也许我们的航班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或什么？因为甚或我们在媒体上讲过，老共会不会用这样一些演习进行所谓的蟒蛇战略，越勒越紧，越勒越紧，勒到最后，而整个这次所谓的他们用的所谓的联合利剑 B2024B 人军，这里面有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它除了这样整个围这样的绕，包括它的海警船，然后它这次还有一个叫药港药域风控。他把我们的几个主要港口全部标示出来点名，他们现在就是要去做以后如果有一天他真正想对台湾干什么的时候，他就做这些相关的演练就对了。他们现在就是要去做以后如果有一天他真正想对台湾干什么的时候，他就做这些相关的演练就对了。
这一次因为是在早上大概5点多的时候，他的东部战区自己发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然后而且直接指的就是针对赖清德。那上一次是520就职的时候，针对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2个互不隶属这件事情，他就发动了2024A 嘛。那才5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为了一个这个什么祖国论或者什么的东西，看起来是针对性很强，因为他直接在批的其实又是针对这个台独但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范围里面确实啦，你如果从他们自己发布，而且他们很怕大家不知道他们发动了3次还自己做了图告诉大家讲说我这一次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啊？我跟前2次2024跟2024A 的时候差异在哪那真的你如果再进来看的时候，事实上对于他这一次的这个2024B 来讲，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更为紧缩。而且你看它的范围里面，事实上不像在2024A 跟2024的时候，其实有些面积比较大，范围大，这次其实没有，所以它是不是指定到了刚刚这个主持人特别提到说，它其实锁定了几个是，比如说港口、药港的这个所谓药域封锁，对，药港药域封控，它比较大的那个变动跟差别，其实来自于是，其实对我们来讲被包围的这件事情，有时候不是看它包围啦。是看他有没有掌握你的航路跟航道。像我们之前不是也有提说，我们有外岛被人家包围嘛，被那个什么抽沙船有没有还有他们那个包围住。可是你如果真正来看的时候，当时我们这边其实有强调一件事情，我的海空域的交通要道没有被封锁。是。也就是说，我如果飞机起降，我的航道的部分被你锁住，或者我的这个船只航行出去的东西被你锁住。那基本上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会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的外援的补给没办法进来。那我认为他这一次里面事实上比较缩小的那个范围，但对我们来讲压力会比较大的地方来自于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他针对我的这个所谓的港域的部分。我是不是在你的航道的外面？告诉你，我如果真要封，我其实不用绕着你全台一直绕圈圈所以你看它的范围又更为缩小了，不像上次一样大范围第二个到今天为止因为国防部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是把海巡什么大家都找来那到5点钟的时候公布的讯息是说，在今天的这一整个状况下，共机一共有125架次，主战机、辅战机什么的125架次，17艘的共舰，还有比较大跟过往不一样，有17艘的所谓的公务船舰，这一次也被认为说他们这个什么海测船或者什么海警船，而且连它最大的那艘海警船，你很难想象海警船搞个1万多吨，1万多吨很大很大，是你搞那么大个海警船要干什么？应该说老共在叫老共好，就反正老共在这几年的时候一直把他的海警的部分不断的往外扩大。那事实上他那个的前提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布局来自于南海因为他一直要把南海变成他的内域的海，他的内海嘛那作为内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不会让解放军的海军走在第一线，他就不断的让他的这个海巡的部分，而且我觉得他像我们自己国内来讲，我的海军跟我的这个海巡的部分，事实上我的船舰会通用，那他也在做这个。那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海警船的部分我看到今天下午海巡署的时候海巡署也有出来讲海巡署说对于他们这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船只的掌握，我们基本上是2比1，就是我都是2艘船舰的部分去锁定它，去监控它，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松懈，而且比较大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屏东 ，OK， 在屏东现在大家也都发现到说，我们这个屏东，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在屏东的时候有试射什么？你知道？爱国者2型，跟天宫3，我如果没记错是爱国者跟而且是赖清德就任完了之后，那时候就是针对制海跟这个防空跟制海的部分，我们那时候其实发射了这个。那以这一次来讲因为在屏东这个恒春这个地方我们的那个飞弹车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指挥车。也被看到，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有出现的，而且不只是出现而已事实上呢，按照这个大家所拍到的这个画面上面来讲我们甚至是连这个所谓的飞弹车的发射架，都被变了，也就是它基本上是已经让它升起来了，都已经升起来。所以大家在讲说，我们现在国防部的部分已经不太像是以前告诉你说我是完全的掌控，是连应变的措施看起来在这一次的时候是同步展开。将军，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就所谓的蟒蛇战略啦，所有这些，而且他演习又演习，我觉得老共他演习，然后央视直播，
请问这直播？对，我知道小粉红一定会很开心，但这些东西演习拿去做直播，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只是让小粉红开心吗？大家有没有看过国军演习的全程直播？没有。我在部队参加过这么重大演习，从营测验，最后旅对抗到师对抗，不可能直播，保密都来不及了还直播，直播不是知道我在哪里装载，我在哪里分层，我在哪里封锁，我在哪里包围，不全部都出来了吗？所以演习直播。在我的军事范围呢，我是认知是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玩假的，就是宣传。对，我这艘船不负责真实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任务，我的任务就是直播，摆拍，然后让你看，然后让这些小粉红开心，让这些人跟着一起骂，一起吵，抒发一下那个内心的压抑，因为毕竟赖清德总统在10月5号跟10月10号讲了一些让他们不能抗拒的话。就是中国不可分割，那为什么爱魂条约不收回来？致使我们就是你的祖国，那我们113岁，你75岁，这讲的他们这些小粉红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中国不可回答的时候怎么办？就用打的，就用拳头。所以你看，其实我看到小粉红讲话，我不会难过哈。大家可以看，现在连艺人哦，连台湾到中国去发展的艺人，都被迫要讲这种话。你如果说什么支持什么祖国啦，什么我爱我的国家，那我就算了。他是讲什么？他是支持台独是一条死路，是直接告诉你说联合利剑2024B 开始嘞，就是直接告诉你就是台湾人不听话，打死活该，就这意思这是逼我们过去发展人讲这种话，然后这两个都是这样。那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央视在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他总共把这个演习做了几次直播？7到8次。做直播、做短片、做短影音，不断的宣传，唯恐人家不知道，然后下面就开心了，说哎呀，收复了，中国只有一个啊！为什么？他们之前在赖清德总统讲完10月5号跟10月10号那一番话以后，好多小粉红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这个演习一出来，不得了了，你看还是我们够强大吧？我们好厉害，但是。我们国防部也 PO 了一个影片了，但是我们的影片没有那么针对性。我们是把整个演习的宣传做了一个影片，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部队的位置做直播。如果国防部笨到你直播我也直播，我把我在东部的、在花莲的、在这个南部的我全部直播，那就真傻瓜了。我们只是做个宣传影片的直播，并没有去把位置来暴露出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很多人问我一件事，说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我说哪有被包围？他说你看啊，那个第2张图，对不对？包围啦。我补一个啊，老共那个海警还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们还做了这个图，想尽办法告诉你说他是爱台湾的，用心良苦，有心的，有心。原来他们直播就是要表达OK， 有梗，有梗。这个是学 AIT 的，AIT 那个 I 还等于爱对，有梗，抄袭之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什么叫包围？包围就是让台湾所有的物资讯息滴水不漏出不去，那中国也进不来，就是整个包围断绝。那么包围最好的方式是在路上，路上可以包围哦。路上包围很简单，阵地做起来，把你圈在里面。自古以来有太多的包围成功的作战，海上的包围不容易海上的包围不容易，你的船团要锁在那个地方，你后方船团的补给怎么来？你要包围人家，人家不会断你补给吗？因为我讲，对于海上包围最难的也就是它的维护，包围圈的维护是很难维护的。那么我们国军早就做好了很多截击作战，就是你后面要来支持这个包围的作为，我把你后勤资源截断。将军老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如果他真的要用包围作战，我们讲蟒蛇战略，越勒越紧。对。可你如果要是真的要包围，你动不动手？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包围不动手，那你就拿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当傻子看。是。那如果你包围不动手，人家就是要进来，那时候你动不动？如果因为平常讲包围战略以前确实有新的，2战的时候，德国用孤狼战术，在所有的英国英吉利海峡，在所有地方就把那个潜艇那个 U 型潜艇就往海底下一摆。对。美国要突破，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援助那个英国。美国要突破，因为有很多部电影都演这个嘛。美国要突破，要用很庞大的舰队，是中间是商船，
前后是驱逐舰，因为驱逐舰大家知道专打潜艇，可是即便是这个样，你还是疲于奔命。对，但那是战争，就是我就是要跟你开干。对，我看到对方的，管你是因为德国 U 型舰是，管你商船军舰我都打，所以那时候造成这样。我想老共你现在要想清楚，你是要只包围，你只包围人家的船要进来，包括老美的船要进来，你放不放？还是你拦？还是你要这？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告诉人，那就不是你单纯包这很难想象，除非你宣战，你要打，那是另外一回。你要打，那我也不知道美国跟日本，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全球的交通命脉就这样断掉的意思。我讲海上包围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是海上封锁，像小武哥刚刚讲是可以的。海上包围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是海上封锁，像小武哥刚刚讲是可以的。但是海上封锁是在什么时候？在开战之后。是，因为我已经开战了嘛，我让你的港口所有的物资进不来，然后就被断绝，被孤立。那是开战之后我可以做这种非常强悍的封锁。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是没有开战的，你要用包围的态势，用封锁的态势逼我们开战。他现在是要这种状况，逼我们开战，我就包围你。你台湾要不要开战？你出来打第一枪，你发第一发的这个飞弹，就是你引战。那可是你忘了一件事，现在有一个战叫印太战略。你的这个包围或者封锁的行动，是不是影响到整体印太战略的利益？台湾不动，别人不会动吗？台湾不说话，别人不会说话吗？我们一定不会开第一枪，我们一定会跟老美说你的船先过。对，那就不是封锁了。你要放老美的船过，放日本的船过，放德国的船过，放全世界的船过，唯独让台湾的船不过。那老美的船到台湾来了，你要不要打？是嘛？对，所以我说这种封锁是一种阿 Q 的精神。OK， 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心理。就是因为10月10号。那一番话让他受不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演习，最主要是对内部交代，让小粉红的气可以泄愤。如果真的老共在做像这样的一些演习，可是当然你还是要料敌从严，你在未来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模拟的一个方式，甚或把它变成实战的一个方式，大家会很担心这些。但方老师，刚才任俊有讲一段话，是老共的东部战区是今天上午凌晨5点多发布说这样的演习。可是这件事我们很早就知道了，连我们在节目里面都知道了，因为美国那时候不就讲说他不会军演，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所以其实是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今天凌晨5点公布。因为今天早上大陆委员会他们有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它叫做这个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趋势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其实筹备了半年哦。邀请了非常多的大咖，包含像余茂春，我们知道是川普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安的顾问。另外像杨书记，他是 AIT 的台北办事处的前处长，还有像日本的很多学者都来啊。那这个会议，这个其实之前主办单位是说赖清德会亲自主持开幕式演讲，可是，在礼拜6的时候，忽然总统府就通知赖清德不出席了。那我们那时候旁边我们听到个消息，我们这是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不出席？果然今天早上就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府方应该是在礼拜6就已经获得通知，而且这个情报很有可能是美方提供的，因为你要做演习之前一定要有船只各方面的集结嘛，物资的运补嘛。那美国的人造卫星很容易就看到了，所以他先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表示第一个美国的情报力还是很强。再来就是中国其实你是很难够逃脱过我们现在的勤监侦的系统啊。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演习很荒谬啦。其实也很不专业啦。第一个，你没有禁航区，因为直播吗？对呀，你是因为直播说他不专业吗？有直播，但是没有禁航区，也没有实弹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内宣啊。因为你想想看，台湾海峡是全世界航线最繁忙的区域之一，日本跟韩国是没有石油的，没有天然气的，他们所有都要靠从中东运补，是靠哪里？是靠我们台湾海峡跟台湾东部的海面，所以你这个做其实是非常犯规的。但是我觉得。他有那么真的拦截，像小武哥讲没有，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嘛，而且我们今天台北股市还涨了73点，对不对？反而是香港股市跌嘛，连中国上海的股市也涨啊，比如他们也知道不会打仗了，真要打仗的话，那股市一定会跌嘛，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搞这个所谓的利剑这个2024B， 那但是刚刚讲过，上一次是 A 嘛，就是赖清德就职典礼完之后嘛，那你看美国今天已经做出回应了啦，包含他的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叫杜如松，他说赖清德的双10讲话已经收敛了，
那他觉得不论台湾做什么，好像或赖清德做什么，你中国都是要军演，他是觉得这样好像就是一个不是很明智的抉择嘛。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5·2他这个双十的讲话，他其实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武昌起义，他谈中华民国谈了8次，那比小英还多嘛，而且他也提到两岸要互相合作嘛，他已经把调子都放软了嘛，这个是连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人都这么说嘛。那你看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是说，他认为中国这个军演是不合理的挑衅哦，他已经认为说你中国是在挑衅哦，所以我会觉得他这样做，只不过第一个台湾民众其实已经习惯了，但是是会引发国际间的关注。那我觉得中国他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只是在转移他内部的一些焦点，特别是他内部的经济的问题、失业的问题他的这个房地产的问题。那因此我觉得，但是这个做对两岸关系是没有任何好处了，而且。我觉得，如果赖清德已经释放善意了，你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表示的话，那我觉得我只能说了，那赖清德也不用再做任何的让步了嘛。好，那我觉得两岸就让他各走各的路吧。这样反正未来就渐行渐远嘛。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帮助吗？对中国的对台工作有好处吗？我认为是适得其反。OK， 惠珍，是台湾海峡周边区域这个航线到底有多重要？全世界的整个航运哦，就这样跑来跑去，大概有1年有10兆的一个就是讲产值嘛，反正就是他们所货品输送，其中有2成是经过这个台湾海峡这个部分，那所以大概就有所以以2022年来算的话，大概2.45兆。都是经过这个区域，而且他如果要封锁的话，事实上这一招是商人1000自损800，因为呢，其实很多有没有这个？你看，全世界航商一早忙翻了，电话打不完啊，接不完，还一直在骂我们的国骂哈，有很多货都是进出中国的。除了进出中国之外，还有日韩。因为如果以2022年来算的话，日本出口大概超过30%是走这一条。韩国也是超过30%走这一条，所以他们有算过，就是日跟韩两个加起来的话，那个2022年大概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是经过这一条进出的。那其中非常大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能源。那刚刚其实小武哥举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如果中国这样子封锁一个情况之下，美国的船经过，那你敢不敢封锁？这个其实是。完全符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石油跟天然气，其实是中油是跟美国买的，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封锁什么我让你们没有油，我让你们没有什么能源，没有天然气，让我们断气，然后好啊，那美国的那个他们的一个天然气商，在他们美军的护航之下，把他们的美国的产品输送到我们台湾来，那你中国敢打吗？我让你们没有什么能源，没有天然气，让我们断气。然后好啊，那美国的那个他们的一个天然气商，在他们美军的护航之下，把他们的美国的产品输送到我们台湾来，那你中国敢打吗？你敢拦吗？你如果不敢拦，那你就是封锁封假的嘛。那你如果敢拦的话，那你就不是只有对台湾哦，你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哦，你搞不好是对全世界宣战哦。你说你这样封锁起来，跟你封锁个2个礼拜，跟你封锁了4个礼拜，台湾不跳脚，日本都跳脚了。日本对于这个能源的需求比我们还大，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啊，为什么要直播？因为中国直播是要大内宣嘛，告诉说不用怕，这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你看他们那个10月10号演讲一讲出来之后，马上就被我们封锁了。那大家，你看今天不是马后跑舞照跳吗？我们的台积电一样续创，没有到新高了，但是快要了。回到1000，那个将军大赚，对，所以就代表着，事实上我们的经济是完全不会受到你这个军演文攻武吓而受到影响。OK， 武哥有最新消息，那个任俊哥真的是神预测，中共这次充满善意，就在刚刚6点07分。东部战区宣布演习圆满完成，结束了。爱心一天，不到一天，他就为了画结束了，而且他讲说12小时，全面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战区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挫败台独分裂行径。那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OK。可是这整件事情，那你说我们当然还是要对自己的防卫真的要非常的在乎，料敌从严，好不好？所有老共做的一些动作，我们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动作。可是如果你是美国，你把全世界，我们每次在讲几大火药库，你会不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日子啊？现在以色列跟包括你说跟哈马斯、跟黎巴嫩，然后包括跟伊朗，现在是真正的开打。俄乌现在还没结束，台海这一块，今天老共说要包围、要封锁。范老师，你帮我解释一下。其实我一直最担心的是金小胖。今天南北韩才叫紧张吧？两韩，北韩准备炸毁连韩国的道路。他的炮兵旅涉及待命，为什么？因为北韩用那个大家都知道用那个空污的那个脏的粪便什么的飘到南海去，对，南韩就用无人机到北韩去，然后北韩就下令，8个炮兵旅涉及待命，只要飞进来无人机就打，然后金宇镇大家都知道金宇镇嘛，那金小胖妹妹，南韩无人机如果再侵犯北韩，将强硬报复，届时发生惨痛悲剧。他讲话跟他哥越来越像。那个溃靠，然后南韩这次也不忍，南韩也说，如果你侵害南韩国民安全，是北韩政权毁灭之日。范老师，他们现在我不知道他们那个8个炮兵旅准备会不会真的要去打什么东西，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剑拔弩张，南韩也是啊，然后北韩甚或直接讲说那射击准备，用这样的模式啊。对，那个8个炮兵旅已经进入到阵地了嘛。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啦，很多人说台湾兵凶战危，其实南韩比我们更严重。是，因为我们有台湾海峡。对，他们那个多近啊，很近嘛，他那个只要炮弹一射出去就直接打到首尔。对，他不用飞弹，他用炮弹，他只要炮弹用那个有弧形就可以打到了嘛。所以我觉得，而且北韩已经宣布，我们跟南韩现在是国与国关系要么不要再统一了，不统一了哈。这我在听到我们台湾人的耳朵，我就蛮羡慕的。所以你看，就是说，没有，千万不要，因为他是要打仗。不要，但我们希望和平嘛，哈。对。但是你看，因为最近就是南韩，其实他那个是民间的无人机对，飞到北韩去，然后投下了很多这些所谓反金正恩的一些相关的宣传物品嘛。那当然之前也是报复啦，因为之前北韩也是用空飘气球然后那个把一些排泄物啦喷到那个南韩的那个首尔的那个地面上，很臭啊，那个很脏啊。好，现在也这2天发现说它里面竟然有导航设备所以就更进步了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面就是，但我认为啦，基本上来讲北韩不至于真的贸然的铤而走险了，因为不要忘记在南韩还有美国的驻军，有联合国军那如果真的北韩的炮兵真的攻打南韩的话，那我觉得双方面就是互相的毁灭了。我觉得我想金正恩再怎么疯狂也不至于如此，我觉得他还是在理性的判断，而且。搞不好川普当选喽，川普当选，金正恩他跟金正恩又可以碰面，已经4年没见面了有没有？干嘛又可以再见面了？所以我觉得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了。OK， 刚刚透过冠廷告诉大家，那最新的消息，那联合利剑 B 演习已经结束了。OK， 好，那老共不去4次军演，每次规模越来越小。老共很有善意啊，没有体会到人家的善意。有，我也看到那个爱心了，我看到那个爱心，而且刻意在晚餐前宣布让大家好好吃个晚饭。OK。好，那当然就是讲说，还是那自我的防卫的那个，尤其是防卫之心，千万不可以任何的松懈。OK， 对于国人来讲的话，尤其金华城这个案子，时间越来往下走，那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兄弟们，我们明天见，拜拜。